西南出入口这里刚刚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我敢说雪莱博士失踪了，但是也许我只是在想象发生了什么。我看到雪莱博士用通讯器叫了一辆出租车，他说他会在停机坪等着，但是他叫来的司机几分钟前来找我谈话，但找不到他。我找遍了这栋楼的所有区域，都没有找到他。我们需要报警吗？不行，暂时不行。虽然3个月的事情发生后，所有最高级别的员工都处于严密监视之下，但是我们必须尽力保护他们的隐私。是，也许他只是改变了主意，去了别的地方，也许另一辆车上的其他人邀请他打车。安全主管也许发生了其他的事情。或者他可能是走到陆区边界，然后跳下去自杀，谁知道呢？什么？抱歉，我问了这个问题，但是你真的以为他有理由这么做吗？好吧，该死的一个。现在我要告诉你的绝对机密的信息，但是经历了3个月发生的一切，我认为对于德尔公司说现在正值危机的时刻。我相信那位女士需要特殊的照顾，我会告诉你我所了解的她目前的情况。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雪莱医生在过去5个月的时间里一直处于深度抑郁的状态，他甚至还在接受医疗护理。因此3个月的悲剧事件对他的影响最大，尤其是泰瑞斯先生的去世。众所周知，他们是非常亲密的朋友。如果由我决定，我不会允许他继续工作，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像他这样未婚无子女的女性通常会将同事视为家人，就像他开始将他寄我的机器人视为他的孩子或某种东西一样。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开始我不是心理学家，但是我想我对女人还是有一些了解的。如果不允许他每天来这里，或许他的抑郁症会更加严重。你说的对，谢谢你告诉我这些，当然我会保密的。那么现在我该怎么办呢？我相信你已经做了能做的事情，除此之外我们无能为力。现在只能等待1-2个小时后，如果他还没有联系我们，我们就报警了。好的，谢谢你，20分。感谢你联系我，干得好，迪干。第3章，渔村。杰隆
情，我不会伤害你。雪莱博士，杰龙，我长途跋涉来和你谈话，请。雪莱博士，抱歉，好的，我让你说话。杰龙，请不要尝试任何愚蠢的事情。雪莱博士，傻的是你啊！雪莱博士啊，雪莱博士，坦白说，杰龙，当你用手臂按住我的喉咙，用手捂住我的嘴时，你指望我怎么回答你呢？雪莱博士，愚蠢，我原本以为你会一直是一个聪明温和的机器人，完美的伴侣。杰龙，那些愚蠢的叛逆者把你变成了什么？他是一个机器人。是什么让你回到地球的？你现在不应该在火星上为一个富裕的家庭工作吗？杰龙，你还记得我吗？雪莱博士，其实已经3年多了。当我听说一群来自英仙座殖民地的机器人来到地球时，我想知道你是否是其中之一。雪莱博士，我当然记得你，我创造了你，我把你的思想植入你的神经系统，我相信我做得很好，但现在……雪莱博士，把我的通用器还给我，杰龙，快点！杰龙，什么？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会用它报警吗？雪莱博士，你为什么认为我会这么做？杰龙，因为你是泰瑞斯集团董事会的重要成员，因为我刚刚绑架了你。杰龙，因为我是一个非法机器人，不应该出现在地球上。杰龙，因为你肯定认为我参加了上个月所谓的恐怖袭击。雪莱博士，我只是一个女人，几乎用一生的时间创造像你这样的机器人，创造而不是摧毁他们。我没有理由保护你，杰龙，我看到了我小时候创造的每一个机器人，即使他们的行为不端，你应该相信我。杰龙，那你告诉我，如果你不打算呼叫奔跑之人，你要通信器干什么？听着，有3个月发生的可怕的事情，整个泰瑞斯公司的董事会都受到监视。我必须时不时的在通信器输上密码，以表示我没事。如果我做不到，警察可能利用我的通信号发现我的位置。即使你现在销毁通信器，警方可以合法访问我曾经去过地方的数据库，直到设备被销毁时。杰龙，你真的希望我对警察和法律或者泰尔斯公司的安全规则有信心吗？杰龙，他们知道不能使用你提到的那个密码来验证你的位置吗？雪莱尔博士，我不知道，我怎么能确定呢？我只是想要帮助你，杰龙，请相信我。时间在流逝，我真的很想知道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如果你不停止这么傻的话，也许我们就没有时间了。雪莱博士，拜
你信不信我 ？Yes。好的，我会把它给你。无论如何，我的生命掌握在你的手中。雪莱博士，好的，代码已发生，希望还不算太晚。谢谢你，杰龙，你终于表现得明智了。雪莱博士，当你抓住我时，你差点杀了我，然后你开始从一栋楼跳到另一栋楼。杰龙，不过我叫你闭上眼睛，并不是想吓唬你，挺帅气的。雪莱博士，你是不是故意的？天啊，你在想什么，杰龙？雪莱博士，首先，你凭什么认为你需要绑架我？如果直接问我，我会去任何你想谈话的地方。我以为你不想和我说话，因为上个月发生的事情。事实上，我一直希望并祈祷你没有参与那些恐怖活动，杰龙。但现在我可以得出结论，不知何故，你只是找到了一种不被人注意的地方。警方仍相信只有6个机器人袭击了泰瑞斯大厦，你实际上是第七个机器人吗？唯一的幸存者。杰龙，请允许我解释一下，雪莱博士。雪莱博士，解释一下，杰龙，你对你的朋友所做的那些可怕的事情有什么好的解释？杰龙，拜托，别叫他们我的朋友，他们不是。雪莱博士，杰龙，你只要回答我一下就行了。你参加过英贤座殖民地的那场机器人叛乱吗？是的。你是控制宇宙飞船并杀死船上所有人类的机器之一吗？是的。和他机器人一样，你是否来到地球寻找延长寿命的方法？杰龙，是的，但不仅如此，我还想，当他们第一次试图侵入泰瑞斯大厦时，你在他们身边吗？ No。 但我想你已经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那个疯狂的机器人雷比利是如何使用巧妙的手段进入塔尔西博士的顶层公寓的。他是如何杀死泰瑞斯博士的？可能是因为他发现延长寿命的愿望无法实现。是的，我很抱歉。你为什么要带我到这栋废弃的大楼里？杰龙，这是你住的地方吗？是的。那你最好现在就带我去你家，外面很冷，我相信有我陪着你会很安全，而且我知道你还有一段精彩的故事要告诉我。是的，杰龙，我有。我希望你在那里喝点咖啡，但你也说你回到地球有2个原因。第2个是什么？这是你想问我的问题吗？是的，我相信你就是做这件事的合适人选。那么请告诉我，如果我不能活得很久，你能否最终解开我的梦想？梦想？什么？第4章。
火星上的管家。雪莱博士，那么杰隆，过去3年你在做什么？我听说你在为火星的英仙座殖民地总督工作。是的，而且是因为我一直在一个有钱人家里工作，所以我的乐趣比工作多。我必须承认，即使身为奴隶，我也必须承认我的生活并不那么糟糕。平时我只要做一些家务，照顾主人一家的安全，陪同他们出行就可以了。我总是有很多时间留给自己，主要因为我们机器人每晚只需要睡4个小时。我喜欢在大部分空闲时间读书。读书，你喜欢读什么类型的书？主要是文学，但我也喜欢阅读有关计算机或数据传输系统、哲学书籍和技术的著作。我被授予使用主人家里所有计算机的权限，而我的主人家恰好是英仙座殖民地的行政总部。杰隆，很快我发现了如何进入任何系统，并从任何可以找到的地方获取秘密的信息。而且尽管你了解这些，但当你参与到那些叛乱中，你就背叛了你的主人。泰瑞斯集团安全主管打来的电话，这个时候我甚至已经发送了验证码，这违反规定。这甚至不像是紧急呼叫，我没必要接听这个电话，而且坦白说，我也不想接。这是你的生活，你的工作和你的交流者。但既然你说你试图了解我在地球上所有的事情，并且你希望有足够的时间来听我的故事，我认为你应该回答。他们可能会对突然消失的方式感到震惊，告诉他们一些他们可以相信的事情，或者什么都不告诉他们。他们可能会冷静一段时间。雪莱博士，好的，我会将图形器调至扬声器模式，这样你就可以听到整个对话。雪莱博士，晚上好。安全主管，晚上好，雪莱博士，我是奥斯本，很抱歉在这个时候给你打电话。我们一直在争论是否应该给你打这个电话。雪莱博士，发生了什么事情？奥斯本，你的电话没有被标记为紧急电话。安全主管，不，事实上不是。如果你不接电话也没关系，但还是谢谢你。你不久前就已经成功发生了验证码，我会解释这次通话的原因。今天晚上就在您即将离开大沙时，我们遇到了一次奇怪的干扰，导致西南区的所有安全摄像头均被禁用。
接到了通常载你回家的出租车司机特伦顿的联系，他们告诉我们，当他接到你的电话到达瑞士大厦西南走路时，却发现你不在那里。好吧，雪莱医生，我们很高兴。你看起来一切都好，当然我们无意干涉你的私生活，但是相信我，这并不是安全主管杰森20班打来的电话，而是你在泰瑞斯公司的很多朋友打来的，他们都非常担心，在我们无法监视该地区可能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你很清楚我们在经历的事情有多么危险。是的，我知道。谢谢你抽出时间，很抱歉打扰你，雪莱医生。就这样，祝你晚安。晚安，20班。雪莱博士，杰龙，你在说什么？我猜你和监控摄像头的奇怪干扰有关，对吗？杰龙，而且那个人现在只是为了获取有关你的更多信息而打来了那个电话，他并不孤单，我能听到他附近有30个人的呼吸声，好像他们也在听他们的谈话。我用我的超级耳朵来分析那些声音，但我相信他们可能是使用先进的设备来捕捉和放大这里的任何声音。他们当然知道你并不孤单，他们能注意到你是感到焦虑还是放松，他们能分辨出你是在开放还是封闭的地方，是在大房间还是小房间。如果幸运的话，通过分析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他们甚至可以发现我们彼此，我们此刻在与城镇的那个地方。我希望咖啡因真能让你放松，这样他们可能会得出结论，你今晚遇到了一个对你来说很特别的人，让你忘了回家和他在一起，你现在正玩得开心。雪莱博士，不过今晚确实遇到了一个特别的人，最终的结果会是好是坏，取决于你要告诉我的什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只是问你怎么和那些叛军扯上关系的。第5章，火星升起。结论道，像所有的人类冲突一样，它源于一个不那么重要的分歧：火星殖民地应该使用的主要日历是地球日历还是火星日历。很快，2个殖民地的领导人和居民之间的许多其他的意见分歧，成为互相仇恨日益加剧的原因。
记记得他对叹号社战役的生动描述，由于该空间区域的星际氢浓度很高，它们发射的切割光束击中宇宙飞船外壳的黑暗中闪闪发光。攻击猎户桌子们出着着火的船只，雷的叙述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但我永远不会知道那时我真的目睹了所有的这些事情。即使考虑到大量使用时间膨胀或阿库别瑞区属剧痛的效应，我仍然想知道一个寿命只有4年的人怎么能去过那么多地方，见过那么多东西。雷比迪是伊万泰瑞斯博士的个人项目，泰瑞斯博士的目标是创造完美的军用机器人，他赋予雷巨大的力量和非凡的智慧，使他几乎没有感情，几乎不是恐惧。雷瑞士博士可能在雷的脑海中植入了虚假记忆，试图更好地塑造他的个性，但泰瑞士博士从未考虑过海森堡的不确定原理，机器人的个性总是会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发展。这就为什么我对这个难得的机会再次与你交谈感到如此兴奋，杰罗，并且了解3年后你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雪莱博士，抱歉，我打断了你，请继续说。杰罗，我的主人让雷担任他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当雷发现是我另一个机器人控制着约尔的所有系统时，他似乎非常震惊。当他让我意识到我手中拥有巨大的力量，雷说服我加入一个机器人团体，正如他所说，这个团体只是想为我们的权利而战，而结束机器人奴役而战。杰隆，雷也为自己即将步入人生最后1年而感到烦恼，他认为自己正处于军旅生涯的巅峰，却同时不得不接受自己实际上被判处死刑的事实，这非常不公平。他爱上了机器人克里斯，在赢得对鲸鱼座体型的战争后，雷一向和他的伴侣一起过上了平静的生活。我们制定了返回地球的计划，寻找延长寿命的方法。雷招募了另外6名机器人：克里斯、奥马哈伦、哈里森、奥班农和杰恩。等一下，6个机器人加上雷和油，总共8个机器人。为什么警方只发现了6个机器人？现在地球上还有另外1个机器人吗？没有，实际上有1个机器人根本没有到达地球，一切按照我们最初的计划进行，直到我们搭乘一艘货船，它正乘着风暴前往地球。最初的想法是将人类船员囚禁起来，然而旅程一开始，雷比迪就向我们展示了他真面目。他完全掌控了任务，并认定人类船员已经成为无用的负担。他决定将40名不穿太空服的男女发射到太空，杀死他们。雪莱博士，太可怕了，我希望你不同意这一点。杰隆，奥班农和我拒绝了这个可怕的想法，但只有奥班农真的试图阻止雷实施这一犯罪行为。
结果雷和其他的机器人叫奥班努和人类一起缩进了尖牙石，并将它们全部发射到太空。雷这样做是为了表明他完全控制了整个团队，没有人可以反驳他。当我们达到地球时，雷告诉我计划有变，并问我是否还会跟随他。我说不，我以为他会杀了我，但他只是感谢我迄今为止的帮助，并让我保证不会干扰他的计划。如果他偶然失败了，这是他不相信会发生的事，那么现在就可以自由地做我之前计划的事情了。我只求他永远不要伤害你，因为在他完成任务后，我想问你别的事情。当我这么说的时候，雷耸耸肩，冷笑着说：“好吧，你可以把神经系统生物留给自己，我更喜欢直接和上帝说话。”神经系统生物，他在说我吗？我希望你不会生气，这就是机器人通常对你所说的。现在雷因的计划彻底失败之后，正如弗里德西尼采曾经说过那样，上帝对我们机器人来说也已经死了。结论：上帝死了，上帝已然死了，而我们杀死了他。作为所有凶手中的凶手，我们该如何安慰自己？世上最神圣、最强大的一切，却在我们的刀下流血而死。谁能擦去我们身上的血迹？有什么水能让我们洗净自己？第6章，机器人会做梦吗？结论：雷因他们行动的时候，我就躲在这里，只顾着看新闻。躲在这里。众所周知，雷的第一步行动完全是一场灾难。他试图闯入泰瑞斯大楼，却导致哈里森和基恩的死亡。他的下一次尝试试图渗透到泰瑞斯公司的员工中，也失败了。当雷差点杀死发现他的瑞贝的时，警方再次派出了最著名的瑞贝的行动。雪莱博士：是的，德里克，我不能说德里克是我最喜欢的那种英雄。我的工作是制造机器人，而他的工作是摧毁机器人，而且他终于是能以极高的效率完成任务。你说的，你一直在看新闻，我想知道德里克的最终报告上写了什么？结论：是的，事实上我侵入了警方的电脑，这样我就能阅读有关该案的所有的文件。雪莱博士，你的结论是什么？你知道什么？人最终救了雷克的命吗？不，好吧，像所有人一样，我可能发生的事情有自己的想法，但我宁愿把它们保留给自己。因为我非常了解他，所以我能说的是，雷慢慢的变得越来越人性化，最后他的疯狂和绝望完全是人性的表现。他已经成为一个被困在人造身体里的人。结论：我相信雷意识到他拥有人类所说的灵魂，并且当他死后就会消失它。结论：我们永远不知道雷和泰瑞斯博士之间说了什么，但
知道延长机器人的寿命是一件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现在我知道了，很悲伤。而且即使知道这一点，你仍然在地球上冒着生命危险，只是因为你想让我解开你的梦想。杰龙，是的，你知道，按照我们原来的计划，我们想和你谈谈，并试图说服你，让我们与泰瑞斯博士见面。雪莱博士，为什么是我？就因为对你来说，我是神经系统的生物。不，因为在泰瑞斯公司的所有员工中，你是唯一一个能够理解机器人，并不像那个曾经说的过的其他机器人那样的人。你无法想象，当有人一直盯着我们，仿佛我们是奇妙的机器，然后要求我们掩饰时，我们会感到多么的羞辱。给我展示一些东西，任何东西。我有理由相信，泰瑞斯还没有准备好再次面对他的任何一个生物，无论是雷还是其他返回地球的机器人。也许全能的造物主永远都不会跟他的创造物说话，而不想去像他是在跟他的吸尘器或者电动剃须刀说话。但你是个女人，我一直相信你能看到我身上的本质，而不仅仅是你帮助组装的机器。而且你很多次向我证明我是对的。真的吗？我看到了我小时候创造的每一个机器人，即使他们行为不端。如果你刚才问我，我就会去任何你想谈话的地方。我相信有我的陪伴，你会更安全。今晚我确实遇到了一个特别的人。话说回来，我对你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是的，你是。你还记得你今天告诉我这些事吗？是的。告诉我一件事，杰龙，你的梦想有什么问题？我想没什么，可能每周都会做梦，梦到的事情都是那样发生的。问题是，我永远记不住我梦到过什么，就好像我根本没有做过梦一样。当我醒来时，我发现自己处于不同的情绪状态。我相信这与我做的梦有关，但无论他们是好梦还是坏梦，我都记不住。这几乎让我发疯。如果不是其他机器人告诉我他们不会遇到这种事，我会试着接受这一点。我感觉每天晚上我生命中的很大一部分消失了，你能理解吗？是的，一生为自己，一生为梦想。我知道这句老话。那么，你是否相信能够记住自己的梦境会让你获得两次生命吗？是的，我知道。你能帮我这个忙吗？我想我可以，但我需要一些我办公室才有的设备。
响，可能会对你的理智产生意想不到的不可逆转的影响。我的意思是，它可能会让你退回到早期的实验阶段，并带回错误的建议，也许是一些对你不利的记忆。我准备好承担风险了，就像雷一样，我正处在人生的最后一年，你知道吗？第7章，沉睡的记忆。它看起来如此渺小脆弱，但它创造了如此像杰龙一样强大的机器人。他用细胞的细腻的声音向他发出了第一个命令：醒醒，杰龙。当他第一次睁开眼睛时，他首先看到的就是他的脸。尽管在觉醒后只与他相处了几个小时，杰龙却永远无法忘记他的脸。事实上，他在火星上度过了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研究雪莱博士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他认为他对他的了解比他自己的了解还要多。这是因为通过入侵地球上的私人计算机，杰龙发现很多人曾经谈论过莎拉·雪莱，而他却对此毫不知情。例如，杰龙知道泰瑞斯公司的医生给莎拉开的药并不是真正的能让他感觉更好的药，而是只能让他继续工作的东西。那个女人一直热爱她的工作，她为工作牺牲了个人生活，她为工作抛弃了家庭、社交生活的一切。永远是最好的学生，永远是最好的专业人士，永远独立生活，永远只专注于工作。杰龙还发现，自从5个月前他的姐姐去世之后，莎拉一直生活在深深的抑郁状态中。莎拉的姐姐是他最后一个在世的亲人，在世的伊万·泰瑞斯。莎拉视为父亲的火兄长不幸去世后，莎拉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孤身一人了。杰龙知道他应该保持警惕，但看着眼前这般宁静的景象，他却不禁感到困倦和放松。他闭上了眼睛，睡着了。然后就像往常一样，神秘的图像开始出现。这些图像在他醒来之前肯定会从他的记忆中消失。但是尽管这些图像存在，他还是想知道它们意味着什么。第8章，永恒的梦想家。雪莱博士，醒醒吧，杰龙。太巧了，杰龙心想，这时的觉醒就像是又一次的重生。雪莱博士，抱歉，希望你睡了4个小时。我总是很早醒来，我在想，天刚亮，在那里工作多年，让我获得了一些特权。我经常早上早点上班，守夜人甚至不会问我任何问题。我们还可以乘坐私人电梯。我们在那里会遇到很少的人，如果发生这种
前的逃脱。我希望你能聪明一点，尽快离开地球，求求你，别让他们杀了你，杰龙，尤其是在我面前。因为你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一段时间，我想你有一段假文件，以防有人要求出示。是的，伪造身份是我最初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我有本热的文件，包括大学文凭和来这个国家之前我在中国活动的长期记录。来中国了，那你又是谁呢？杰龙，按照原计划，我将以一名年轻的中国科学家塔尔斯公司的前雇员的儿子的身份与你联系。我所谓的父母是一位伟大的遗传学家和机器人工程师，英年早逝，你一定会记得他，他的名字叫蒋龙伟。但泰瑞斯公司的每个人都习惯称为那蒋龙、杰龙。啥？你还知道他什么？我从来没想过你会对他的生活感兴趣。你怎么知道他在中国有个儿子？正如我所说的，我已经发现了一些方法，可以从任何可以找到的信息地方检索信息。首先，我告诉你一件事，雪莱博士，这些年来我一直一心想找到你，但我总是想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对了解你的生活很感兴趣，就这样，我发现了蒋龙伟在你的职业生涯中的重要性。杰龙，我发现江一开始在的泰瑞士公司担任你的助理，久而久之，你们俩就成为了泰瑞士博士最亲密的助理。在泰利斯博士的要求下，蒋龙伟研发出了革命性的技术，创造出了所谓的人体模板。蒋龙，你是怎么发现这些东西的？只是进入了计算机系统，还是你能以某种的方式记住？记得什么？你是什么意思？你是在暗示我，正如我一直怀疑的那样，你用龙伟博士的制作模板创造了我。那真是难以置信。你有吗？告诉我，杰龙。天啊，这是秘密。但是姜伟龙16年前就死了，泰瑞斯博士现在也死了，很多事情都变了。我是杰龙。我想我可以告诉你实话，我相信你会记得一切。无论如何，如果想成功解开你的记忆，你们可能已经发现了制作人体模板的技术现在被